一切故事开始于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：你爱爬树吗？容我冒昧的猜一下，你大概没有这个爱好。那不得不说呀，你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。毕竟咱们的老祖宗全都是爬树高手。证据呢？举起双手来，就咱们这双手这么灵巧，不爬树不合适啊。事实上，人类的祖先一开始就是生活在森林里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祖宗们啊，你们到底为什么非要从森林里跑出来呢？今天是咱们专栏的第一讲，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咱们人类祖先强大的秘密。换句话说，人类究竟是如何从众多古猿中脱颖而出，存活下来，并且不断进化的呢？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原因：人类的祖先走出森林。而人类祖先走出森林，是因为被黑猩猩的祖先们打得流离失所，屁滚尿流啊！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咱们的祖先呀，就是因为当时被打败了，才有后来的强大。而这一切背后最大的影响因素，那就是传染病。咱们得从头理一下这件事。大约在800万年前，中非生活着一种猿，它是咱们人类和黑猩猩的最近共同祖先，或者说叫共同祖先。虽然当时大家都是一家人，但是家里边啊，绝对算不上是和和美美。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和食物这样的资源，这些800万年前的老祖宗分分钟就会大打出手，血溅当场，场面相当激烈。当然了，在那个时代的祖先里，既没有什么伟大的文学家，也没有什么摄影爱好者，这些场景呢，也只是后人基于合理猜测得出来的结论。但总之，祖宗们相互激烈竞争的事没什么可怀疑的。在这个过程里，一部分共同祖先节节败退，逐渐从森林被赶到了草原上。很明显，如果不是生活所迫的话，谁愿意没事搬家玩啊？这些祖先从森林长途跋涉来到草原上，也受了不少罪，而且新环境也不那么容易适应，整个过程就是俩字儿：惨烈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祖先们在草原上形成了一个个小群落，每个群落的个体数量都不多，甚至可以说呀，是在绝种的边缘徘徊。是的，没错，人类曾经是地球上的濒危物种。但是呢，这样的濒危也让祖先们减轻了森林里传染病带来的负担，逐渐存活进化，最终才有了今天的咱们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有3件事影响了这个过程。第一，换了新环境；第二，吃熟食；第三，种群数量下降了。咱们先说第一件事，换了新环境。有这么一个很简单的知识啊，传染病传播的时候有3个必要的因素，只有这3个因素都具备的时候，传染病才有可能发生。这3个因素是传染源、传播途径、人群易感性。划重点啊，需要记住。什么是传染源呢？就是体内有病原体繁殖，而且能把这些病原体排出到体外的人和动物。比如说，当一个人感冒的时候，这人就是感冒的传染源。你很容易想到，当咱们的祖先生活在森林里的时候，身边的传染源特别多。别的动物不说，就那些黑猩猩的祖先，还有其他灵长类动物的祖先，跟人类祖先的血缘关系也特别近，人类祖先就很容易跟他们一起被相同的病原体感染。但是现在啊，情况变了，人类的祖先因为竞争失败，被赶到草原上去了。这个地方灵长类动物特别的少。可说呢，只有那些在森林里混不下去的倒霉蛋才会到草原上讨生活。简单的说，咱们的祖先被赶出了森林，跟那些远房亲戚见面少了，所以被亲戚们传染疾病的可能性也减少了。好事啊！但是问题又来了，人类和黑猩猩拥有着共同的祖先，当年在森林里一起生活的年代要用100万为单位来计算。如果有什么病原体能够感染他们，在咱们祖先的身上肯定一样都少不了。就算是被赶到了草原上，就算以后不见这些远房亲戚了，咱们的祖先自己也会把这些病原体带过去啊。那么这些被赶到草原上的祖先，他们身上自己带的病原体怎么解决呢？这就是咱们要说的第2个事件，吃熟食，这也可以减少传染病。咱们刚才说了，传染病有3个必要因素：传染源、传播途径、人群易感性。换环境帮助人类祖先解决掉了传染源的问题，那么吃熟食就帮人类祖先解决掉了第2个问题，传播途径。所谓传播途径是什么呢？就是传染源通过排泄物也好，分泌物也好，把病原体传播给其他个体的过程。比如说咱俩对面聊天，
假设我感冒了，那么我就是传染源。咱俩如果面对面的聊天，我打一喷嚏就把感冒传给了你，那么这个传播途径就叫呼吸道传播。如果咱俩都戴上口罩，那么就算是面对面聊天，也能有效的防止普通感冒的传播，这个就叫切断传播途径。传播途径有很多种，除了呼吸道传播以外，还有消化道传播，也就是通过喝水和吃饭传播。只要水和食物是干净的，当然也就切断了这种传播途径。那么咱们的祖先是怎么做的呢？祖先们点开了一个新的技能点，那就是用火把食物做熟。这件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怎么开始的？谁也说不清。大概是咱们的祖先先学会了点火，这样才可以在空旷的草原上取暖，还能在寒冷的黑夜里驱赶野兽，保护自己的安全。没过多长时间，他们就发现火还有一个另外的重要功能，那就是把食物做熟。这件事啊，彻底改变了人类，不仅仅是生活习惯，而且人体的结构都因为用火发生了改变。原因很简单，食物好消化吸收啦，消化道的负担轻啦，自然也就变小变弱了。同样道理，食物弄熟了，更软更好嚼，下颌自然也就不需要有那么强大的咬合力了。考古学家们就发现，大约在180万年前，直立人的消化道已经相对变小了，下颌也变小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把食物弄熟了再吃，也杀灭了大部分病原体。虽然有极个别的微生物能扛住高温，但那个毕竟是少数，大部分微生物是根本坚持不住的。通过把食物做熟，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消化道传播这种传播途径。就这样啊，人类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进一步减轻了传染病的负担。不得不说，托布花老师的一本书的书名很适合用来形容这件事，干得漂亮。好了，传染源和部分传播途径的问题现在解决了。那么针对第三个因素，人群易感性，人类的祖先还有什么方法呢？这就是咱们要说的第三件事。人类的祖先们种群数量大幅度下降，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传染病的负担。所谓人群易感性，指的是这群人对于某种传染病的免疫水平。咱们呀，不用太纠结这个定义，重点看人群这俩字。你想，人群要是闹传染病，起码先得有人群吧，要是连人都没有了，还谈什么易感性？咱们的祖先就面临着类似的场景，离开了自己熟悉的森林，各种不适应，环境不适应，生活方式不适应，导致种群数量大规模减少，这个叫做种群瓶颈。而在出现种群瓶颈这种现象的时候，物种就会失去微生物的多样性。咱们不用管这些无聊的术语，你只要知道，当人口数量足够少的时候，很多传染病就根本传播不下去了。咱们来设想一个极端的场景吧，假设地球啊就剩俩人了，你在南极，我在北极，会发生什么呢？那恭喜咱们全人类吧，绝对不会出现疾病互相传染的问题了。甚至可以说，如果出现这种极端场景，那么在人类之间传播的所有的传染病都被消灭了，这就是种群数量下降的结果。当然，这个例子过于极端，不可能真的出现。我们来看一种真实存在的疾病，麻疹。麻疹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只感染一次，这一辈子都有免疫力，所以成年人和年龄稍大的孩子很少会再次感染麻疹。这种病主要对新生儿下手，那么你很容易想到，如果新生儿太少，麻疹就没法流行起来，它在人群之中就会自然而然地消失了。具体需要多大规模的人群才能维持住麻疹的基本的生存空间呢？大约是50万人，如果少于这个人口的话，就没有足够的新生儿让麻疹来传染。那么对于麻疹来说，这个数值有个专业术语来形容，叫做宿主数量临界值。事实上，每一种传染病都需要有足够多的宿主数量才能够维持下去。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的祖先，他们来到草原以后，种群数量已经下降到了濒临绝种的程度。那么显然这个数量也是在很多传染病的宿主数值临界值以下，这就导致很多传染病根本就达不到传播和流行的条件，当然也就自然而然的在我们祖先的种群中消失了。好了，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，在大约800万年前，人类和黑猩猩有着共同的祖先，而因为竞争，人类的祖先被迫逃到森林来到草原上，这次失败竟然带来了3个意想不到的好处。第一，人类祖先远离了其他灵长类动物那些远房亲戚，
也就远离了那些经济上的传染病。第二，人类的祖先在草原上学会了把食物做熟，于是经过消化道传播的传染病减少了。第三，祖先们的数量实在太少了，缺少了宿主，很多传染病也就自然而然的消退了。总之，人类的祖先逃出森林来到草原，经历了无数苦难之后，也意外的摆脱了很多传染病的困扰。怎么说呢？有时候逃避虽然可耻，但是真有用。这就是今天的内容。